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，我是王宇田。最近呢，轰20的话题呢也引起了居民的一个很大的兴趣。但是呢，悄没声的，俄罗斯方面最近曝光了他们轰炸机的一个设计图。这个设计图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俄罗斯的图波列夫设计局申请了一个国际专利，这个国际专利的附件中出现了一个飞翼型飞机的一个外形。这个轰炸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性能？它跟美国即将试飞的 B-21之间，它们的对比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能对比？今天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傅贤少老师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俄罗斯的新轰炸机，它的性能如何？有关俄罗斯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这个传言呢，已经传了有10几年了，是啊，甚至呢网上都有它未来轰炸机的那个图，而彩色图，好多了都，很多。但是这次我看的它这个公布这个3面图啊，变化非常大。但从现在看的这个新的方案，我发现跟原来的那个方案差别比较大，是的，而比较接近于美国的 B-2战略轰炸机，但是呢又有很大的差别。我就看到美国方面推测呢，这个飞机起飞重量可能达到160吨，比 B-2还大。然后发动机呢，可能是用2台那个现在图160M 用的那个 NK32发动机，因为我们知道哈，你看 B-21，那么它的那个用2台 F135改进型的发动机，是吧？它那个不加力推力呢，大概是120千牛左右。B-2是用了4台 F110发动机，每台大概是90千牛左右。那用2台 NK32，总感觉好像推力不大够。就是您觉得它这个设计是不是因为推力不够而做的一些妥协呢？它这个设计呢，确实是考虑到它的推动比稍微偏一点。如果它用4台 NK32的非加力型，那总的推力偏大了。因为它是一个亚音速飞机嘛，又不飞超音速，要这么大的推力干什么呢？起码总推力，对吧？要接近或者达到 B-2这个水平，要超过 B-21。B-21装2台，这个推力现在说实在的偏小了。因此它的起飞重量大概在80多吨左右，有人说它能到100吨，这个恐怕还得琢磨琢磨，因为我们的轰6K 差不多也这个推力级，那么起飞重量呢将近90吨吧，你就再往上走的话，那么 B-21顶多能搞到100吨，关键看它的升度比够不够啊？升度比较大的话，有可能这个起降性能啊、巡航性能都有改善。那么，如果俄罗斯的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跟它也类似，也装2台发动机，但是起飞重量要达到 B-2这个水平，就是150吨，对吧？那么就需要它1台发动机顶 B-2的2台用。那么 B-2的2台呢是单发是8000多到9000。那么它起码要18000千牛，能不能做到？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，稍弱一点，因为取消加力以后，它推力不会那么大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改善它的升鼓特性，也就是减小机翼的前缘后掠角，增大它的展旋比，就是翼展要大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起降性能也好，巡航性能也好，就能够满足要求了，甚至起飞重量还会比 B-2还大一点。如果从飞行的能力讲，它这个方案应该比 B-2要强。B-2的前缘后掠角太大了，又是个亚音速飞机，那么它现在就要考虑飞行性能和隐身性能的合一，最终呢出了这么一个方案。这个方案有没有道理呢？有一定道理，但是也有不足之处。按照美国方面的估计呢，俄罗斯的下一代轰炸机呢，也就是 PAK-DA。有可能是在2027到2028年首飞，到2030年左右进入服役。那与此对比呢，可能中美双方的下一代轰炸机呢，就是会在近2年呢就相继的亮相。那至于中国和美国谁先亮相，这个呢现在还真不好说。所以呢，中美俄3国在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竞争上呢，有可能俄罗斯呢就稍显落后了。不过呢，能把它搞出来，那证明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依然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航空工业。好，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欢迎大家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